很多人小时候必不可缺的童年记忆就是武侠小说、武侠剧。男孩子们都希望自己可以像小说和电视剧中的大侠一样潇洒自如，美人在旁，美酒在手。古龙的一生犹如他写的小说一样，精彩如传奇，三婚三离，美女不断，嗜酒如命。34年前，一代武侠浪子古龙饮酒过量，吐血而亡，人们才开始意识到一个时代落幕了。古龙出生在1938年，原名熊耀华。他出生时正处于战乱时期，一家人辗转逃难。在古龙14岁那年，一家人安顿在了台北市，而刚安稳下来不久，古龙的父亲就抛妻弃子，和情人私奔。这件事给古龙造成极大的影响，他一辈子都没有原谅父亲。古龙小时候个头一直不高，长得也不太好看，瘦小的身体顶着一个大头，同学们就给他起了大头鬼的外号。缺失家庭的关爱，面对同学们的嘲笑，可以说古龙的青少年并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，这也让他笔下的少侠出身都是无父无母，无依无靠，但后来都依靠自己的能力，成为惊艳众人的武林高手。古龙正式开始写作是在不到20岁的时候，当时他刚考上淡江英专，成为大学生，但不到1年，他就选择辍学，以便有更多时间写作。刚开始写作时，从诗歌到一般文学作品，他均有涉猎。后来在朋友的建议下，他开始专门写武侠小说，这也确实是最适合古龙的路。他开始用古龙这个笔名行走于小说界，在书中创造出一个江湖。他用笔开创了武侠小说的新时代，并且一头扎进去，再也没回头。金庸喜欢写大侠，古龙喜欢写浪子。金庸笔下的大侠都是像郭靖那样慢慢成长起来的，但在古龙笔下的侠士却是出身落魄，但在出场就成为不同于世的侠胆英雄。就算是玉树临风的楚留香，小时候和胡铁花也是经历了非常艰苦的童年时期，这大概是与他年少的经历有关。在古龙的笔下的父亲，很少有好人，也很少善终，不是人渣就是英年早逝，要不就是身不由己。而每个主角身上也都或多或少映照着古龙自己的人生，而他身上也有着父亲的影子。在他看来，父亲是一个在感情中没有回头的浪子，而他后来也踏上了父亲的老路。在他刚放弃大学，准备全身心投入写作的时候，遇到了一个女孩。这个女孩是一个舞女，名叫郑月霞。确定关系后没过多久，两人就同居了。她也是古龙交往最久的一个女生。到了1967年，两人相恋10年后，郑月霞生下了古龙的第一个儿子。但因两人一直未正式结婚，所以儿子用了妈妈的姓，取名为郑小龙。他们交往期间是古龙写作生涯最高产的时光，几乎所有优秀作品都是在这阶段完成的。感受到爱的古龙写出了《绝代双骄》《武林外史》《大气英雄传》等名作，构建成一个专属于古龙的意气风发和压抑绝望共存的江湖。在这个江湖中，他可以是英俊多情天下第一的沈浪，精彩绝艳痴情无限的李寻欢，睿智优雅潇洒绝伦的楚留香。现实和幻想世界尖锐而又激烈的碰撞，让古龙作品在同时代武侠小说中脱颖而出。一时之间，古龙成为武侠小说的4大天王之一，他的名声在台湾渐渐响起来了，他的野心也逐渐加大，他的内心越来越不满足于现在这种状态。随后他便抛弃了郑月霞和儿子，不管不顾，立刻转向了外面的缤纷世界，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们母子2人。后来古龙便结交了倪匡、金庸等家喻户晓的作家，他也因此在武侠小说界站稳了脚跟。当时的香港正掀起第一波武侠电影的狂潮，倪匡敏锐意识到古龙作品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，在倪匡的推动和安排下，古龙之前的作品和后续完成的《楚留香》《萧十一郎》通过影视获得巨大成功。
古龙也因此正式进入了电影界，自己撰写剧本，组建团队，后期还成立了电影公司，直接跃升成为业界的巨匠。进入上层社会之后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古龙遇到了舞女叶雪。叶雪不但颜值过人，而且自带出尘的知性气质，他对才华横溢的古龙表现出了相当露骨的好感，两人很快便在一起了。交往期间，叶雪怀孕了，但她却做了件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事。在两人的孩子还未出生的时候，她提出与古龙分开，古龙也被这突然的离别通知弄懵了。悲伤之际，他便开始用文字来抒发心中的愤懑。随后，文思泉涌的古龙写出多情剑客无情剑，受到读者的热烈反响。这部小说开创古龙的全盛时期。在和叶雪结束之后，古龙很快牵手了梅宝珠。梅宝珠是一个出身于传统大户人家的归家小姐，这也算是他的第3段感情。但在古龙第3个儿子出生之后没多久，他和梅宝珠就结束了这段婚姻。离婚后的古龙生活过得更加的放荡，换女友如换衣服，内心世界也变得更加空洞。酒和女人似乎是他卖文赚钱的动力。古龙曾说，酒唯一比谁好的地方，就是酒永远不会使人太清醒。酒也成为古龙写小说时寄托感情的依靠。古龙和他笔下的楚留香、李寻欢一样，喜怒哀乐都要一醉方休，一日都离不开杯中之物。甚至当时在圈内都知道，古龙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，要想买下他的小说版权，不只要谈钱，还要备上上等的好酒。传闻丫头叫开山鼻祖杨君君，就是靠200多瓶 XO 打动了古龙，顺利拿到《西门无恨》的影视改编权。据古龙解释，他酗酒的行为是为了消除内心的孤独感。在古龙心中，女人会背叛他，但是酒和朋友不会。能陪古龙一起喝酒的朋友当中，倪匡算是他最重要的朋友。两人总能一拍即合，就着一瓶酒把展颜欢至到天亮。人们常说酒肉朋友不可深交，可古龙截然相反。虽然他对女人十分花心，但对朋友却两肋插刀。只要有朋友找他帮忙，不论是借钱还是任何困难，他都有求必应。据朋友回忆，有一次他因为工作准备去东南亚，但有一笔钱周转不开，就想到了古龙，找他借钱过渡一下。朋友几个都知道古龙平时大手大脚，很难有闲钱。古龙让朋友稍等，随后去书房找出之前的稿子存货交给朋友，让他拿着这几张稿子去找某出版社老板，对方会先付20万元定金。刚开始朋友半信半疑，前去出版社后，老板如获至宝，立马付款。1980年，43岁的古龙在台湾一家酒馆喝酒，却被闹事者捅了几刀，流了一地的血，被送进医院后，却因输的血不干净而患上肝炎。没过多久，古龙感到身体不适，去医院检查身体，发现了肝脏有问题。医生严肃警告他不能再喝酒了，酒会要了他的命。但古龙不是一个肝被规矩束缚的人，他不愿意过自己认为的无聊的日子。既然不让喝，那就干脆不管不顾喝个够，让身体有个彻底的满足。后来他因肝硬化晚期而住院，被迫戒酒半年，难得过上了规律生活。每天5点半起床，看报吃早餐，上午写作，午饭后散步，下午读书，晚上练书法。但他呢，我希望自己至少再活5年的愿望终究没有实现。在经历一段规律生活之后，他开始重蹈覆辙，叫朋友一起喝到肝昏迷入院。有一次刚进病房，就猛吐了一大口血，负责住院的医生都直言从没看过吐这么多血的病例。随后又是继续循环，出院喝酒，住院出院，继续嗜酒，直到最严重的一次，他因肝硬化进而引发了大出血，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。在出殡的时候，古龙酒桌上的挚友们想着把 XO 一起摆进他的棺材里，但又担心有人盗墓，一群人就在古龙的遗体旁边开始喝 XO。
后来据蔡澜讲述，几个人刚喝几口，古龙就吐了好几口鲜血，众人惊吓，都愣在了原地。蔡澜说，他这是感觉自己喝不到这么好的酒，企图写了1985年48岁的古龙逝世，在他最后的时光中，前妻们和孩子都没有来送他最后一程。风流半世的浪子，描绘过那么多圆满的结局，最终还是孤单地离开了。在古龙的人生中，我们不仅看到了他的放浪形骸，还看到了他对生活洒脱的态度。他过度地放纵着自己的人生，用书酒江湖侠气撑起了短暂的48年。至此，人们再也看不到有他的新作品，每年只能缅怀这位不同寻常的作家。他的忠实读者遍布世界各地，人们自发地宣扬他的作品，弘扬他书中的情怀。孤独的我们在古龙构建的江湖梦中苦苦思索，不再寂寞。